我是一只佛系卡皮巴拉，却意外穿成全网黑的小胡卡。面对网友谩骂，我嚼吧嚼吧嘴里的生菜答也行。网友对此无计可施。综艺节目中，傲娇大小姐深夜钻进我房间，我可以抱着你吗？最好别。我就要。那行吧。全网辣评，情绪太稳定了，想谈，而我也快速爆红。全网大学生甚至喊话让我去给他们当妈。我握着手机发呆，正准备回复，金圈大佬咬牙切齿。再敢回复，也行试试看。我叫卡皮巴拉，是一只水豚，棕色的毛发摸起来像扫把。我们水豚每天必做的几件事就是发呆泡澡，泡澡发呆，吃草发呆，发呆吃草，是动物界最佛系的动物。不要看我们长得很呆，但一旦惹到我们，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我们很懒，但是我们深受动物界的喜爱。路太远，鹈鹕大哥让我站在他背上带我飞；路不远，鳄鱼姐姐让我站在他背上带我走去吃饭。我们叠叠跃站在我妈的背上。作为最小的一只水豚，我一个没站稳摔了下去，醒来就穿成了娱乐圈18线全网黑女星。抱歉，宿主，我绑错人了。也行。不是，我说我绑错人了，你难道就不生气吗？我觉得这里的床还是挺软和的。想睡，没想到原主的手机铃声响起，我在系统着急的提示下，顺利按下接听键。江源，我已经和如漏别再缠着我，你要是再敢针对如烟，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互删吧。也行。于是我磕磕绊绊删掉了这个备注为他的号码，转头继续躺尸大睡，一睡就是2天。我醒来的时候，周围围了一大圈的人。经纪人王姐见我醒来，眼里满是震惊。你没嘎？旁边的帽子叔叔和法医就站在一边，门外还有几个邻居偷偷打开手机对准我直播。我饿了，于是我慢吞吞起来，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一大把生菜，咔嚓咔嚓的吃了起来。你在干什么？我在吃饭。你不是嘎了吗？邻居说你2天都没出门了，屋子里还有血腥味，电话也关机。我看了一眼手上的血，应该又是睡着的时候不小心自己咬到的。我们卡皮巴拉一般分不清楚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王姐拧着眉显然不信。不是自己的话，那你为什么不处理伤口？对哦，帽子叔叔和法医义正辞严的把王姐批评了一顿，而后离开。见此，门外的邻居议论纷纷。事后这一系列事被狗仔发在了网上，全网怒骂。以为警局是他家开的吗？被人家拉黑就假装自嘎，都3年了，他还没放弃吗？我们如烟和谢允才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之前也是他在节目里推了如烟一把，如烟现在都还在医院呢。众人一走，王姐立马怒不可遏地看着我。你看看，还嫌你现在黑料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不想在娱乐圈混了？都行。算了，毁灭吧。明天还有一档综艺节目要参加，如烟和谢韵也在，到时候你注意一点吧。不过你做什么都会被黑。算了。多吃饭，多睡觉，少说话。换做别人早就生气了，但我乖乖点头。好，这是我们卡皮巴拉的天性啊，多吃饭，多睡觉，少说话。不过脑子不好，情商不高，属实是恶评了。我不听。第2天，我拎着王姐给我收拾好的行李箱去了拍摄的地点。系统给我临时补习，这是一档恋爱求生类直播综艺节目，女主柳如烟和男主谢允也在，而原主是谢允的拜金初恋。当初和落魄的谢允分手后，进入了娱乐圈，却一直不温不火，直到谢允大学毕业，意外被星探看中，他一跃成为当红顶流小生。于是原主多次纠缠谢允，还拦着对方在化妆间门口谈论过去，最后引起谢允厌恶，黑历史也被网友扒出来，成为人人喊打的黑红女星。因为嫉妒小花柳如烟，推了小花一把，彻底激怒了谢允。在这档恋爱求生综艺节目里，更是作为反派，加深了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最后成功作死了自己。系统收完后还向我道歉，抱歉宿主，按照剧情你活不了多久。抱歉宿主，按照剧情你活不了多久。活着也行，死了也挺好。嘉宾一共是4男4女，男嘉宾分别是1号富二代霸总赵景之，2号顶流小生谢允，3号影帝周岩，4号金圈大佬萧彻。女嘉宾分别是1号当红小花柳如烟，2号傲娇大小姐宋佳怡，3号千万网红刘乐乐，4号我。一进入小岛就进入全网直播范围，几个男女嘉宾陆续走进了临时搭建的茅草屋，相互介绍起来。为了加深嘉宾之间的亲昵感，导演组让大家称呼对方的小名。轮到我时，我认真道：“叫我卡皮巴拉就好。”几人笑了出来，就连对面的萧彻也眼中含笑，弹幕却在此时被刷屏。笑死！哗众取宠，不就是想引起我哥的注意吗？楼上的别太离谱，大家都有小名，江源不也就是说了个小名而已，怎么就引起你哥的注意了？江源不愧随便做什么都能被黑的体质啊！还是第一次听说江姐的小名呢。我说了是哗众取宠吧？我家柳如烟还叫她姐，笑死！
出道倒是比柳如烟早，人气可没我家柳如烟好。我没有看见弹幕，看着几个开始分配任务的嘉宾在细细讨论。我坐在一边发呆，好饿。中午吃什么？节目组全程只用一台黑色的传呼机和我们沟通。最终结果出来了，我和萧彻一组负责去树林寻找食物，柳如烟和谢允一组负责去捡一些木棍用来煮饭烧火。大小姐宋佳怡和富二代赵景之一组负责按照提示去寻找节目组留下来的生活物资。最后一组则在茅草屋里做几张简易的床板。如烟关心地问我：江老师，你没意见吗？我点头，我都行。他微微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轻而易举地同意。就连谢允眼里也透着一丝惊愕，他皱了皱眉，似乎有些意外。我没有抵抗他和如烟一个小组，笃定我会大闹。可我现在大脑放空，微微张着嘴，纹丝不动，显然是在发呆了。其他人感觉气氛不对劲，只好开始岔开话题。萧彻也走到我面前，双手插兜。走吧。我点头，不紧不慢地跟在萧彻的身后去了树林。萧彻是金圈大佬，对人一向没什么耐心，直到走到树林尽头，才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而此时我的头顶上停了一只鸟，肩膀上还扛着一只松鼠，模样看起来十分滑稽。他忍不住嘴角微微抽动，我瞪大了眸子，朝着他眨了眨眼，不知道他在笑什么。不是，我突然感觉江源好可爱，有点萌。先天饲养员圣体吗？那只鸟站在江源的头顶上一路了，刚才松鼠还在江源背上爬，它一下都没动。演绎的吧？松鼠算是比较怕人的小动物了，特别是野生松鼠，怎么可能主动亲近人？不会是江源自己养的吧？来历亲近小动物的人设。3分钟后，我和萧彻站在了一座小湖面前，小湖周围都是茂密的草丛，让人有些担心下一秒就会窜出什么动物。毕竟这是座荒岛，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凶猛的野生动物出现。萧彻倒是不害怕，他早年被丢进沙漠边缘的特殊基地训练了几年，沙漠晚上有响尾蛇还有狼，小时候还曾被绑架过一次。节目组也是知道这个才允许他带着砍刀上岛。虽然拍摄前节目组已经派人在小岛上勘察了一番，确定没有发现攻击力强的野生动物，才敢放心拍摄。但毕竟是荒岛，谁也不能100%确定没有任何危险。我看见湖对面有大片的野生猕猴桃和八月瓜，我下意识走上前，就被萧彻拉了一把，就看见他掏出了刀声献基底。狐狸鹤穴。直播间的粉丝也吓到了，真的，湖边缘的地方被水草掩盖住了。刚才有一只大鳄鱼出来了，好像在朝着萧彻的方向游过来。天哪，万一出什么事，那可完了。鳄鱼的动作很快，萧彻拉着我的手往树林里跑，没跑几步，鳄鱼就上岸了。萧彻警惕地举起砍刀，我看了一眼鳄鱼，它又圆又大的眼睛半眯起来，似乎闻见了我身上的气息，有些嫌弃地转过头，我却清楚地听见了他的声音。居然是卡皮巴拉，还是别吃了，吃了容易智障。这次轮到我无语了，头顶上陆续飞来3只鸟，继续在我头上叠高高，我纹丝不动。萧彻看着我叹了一口气，这里有鳄鱼，我们拿不到食物了，会鳄鱼。我一听呆不住了，那绝对不行。我们卡皮巴拉最害怕的就是饿，毕竟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发呆、吃饭、睡觉，3件套缺一不可啊。于是我3步2步，3步2步是魔鬼的步伐。当我站在了200多斤大鳄鱼的背上，萧彻傻眼了。关键鳄鱼知道我要做什么，毕竟我们卡皮巴拉在动物界一向很受欢迎，风评极好，但贪吃贪睡爱发呆，间接性混吃等死的形象深入动物线。不等萧彻反应过来，鳄鱼已经游到了湖里了。不是，这姐咋回事？这不是直播吗？啥时候搞 AI 了？古往今来也没这么炸裂的存在啊！站在鳄鱼背上，只是鳄鱼已经到了湖对面了。我慢悠悠地摘了果子，再慢悠悠地踩在鳄鱼的头上回来了。这姐还回来了，挎包里鼓鼓囊囊的，该不会真摘果子去了吧？不是，现在鳄鱼都改吃素了吗？回到茅草屋后，茅草屋对面多了几个帐篷。我们找到的物资，节目组也不算赶尽逆学，还留了几个帐篷。否则我都不敢想茅草屋能住几个人。萧彻回来的时候还在湖边插了一条鱼，加上这些果子，也算是解决了今天的晚饭了。吃完后，宋佳怡坐在一边摸了摸肚子，吃不饱啊，想吃我家厨师做的豚骨拉面。我惊了，豚骨该不会是……正想着，一旁的柳如烟指着正中央的帐篷，今晚我睡这里。其他人皱了皱眉，倒也没说什么。谢允则是选择他旁边的帐篷，而后两人偷偷去小树林暧昧互动，弹幕两人的 CP 粉刻生克死。我躺在帐篷里，想起曾经御鸟飞行的日子，在非洲大草原每天看母狮子谈恋爱的生活，叹了一口气。算了，既来之则安之，当然也挺不错的。这是生存类恋爱综艺节目，今天只留下了霸总和网红刘乐乐看着帐篷，其他人则全都出发去寻找食物。听萧彻说在湖边遇见过鳄鱼，
没人再敢去那边，只能在林子里看看。我看着朝着我跃跃欲试的小动物，时不时的偷瞄萧彻一眼。他早就看见了对面浑身雪白、直立着身子朝着我看来的鹈鹕。糟糕，想起鹈鹕这死夹子家人可疼了，我下意识有些害怕的后退一步，后背撞进了萧彻的怀里，温热的呼吸洒落在我的头顶。没事吧？我呆呆的点头，微微有些触对面的那只大鹈鹕。鹈鹕这种动物在我们动物界并不是很受欢迎，原因就是它们看什么都想尝尝，随便路过什么都想夹两口尝尝，非常没有边界感。柳如烟微微皱眉，看向我的眼神散发着圣母的光芒，里面都是责怪和不忍。姜老师，鹈鹕不会吃人的，你不用那么害怕，都吓到它了。说完，甚至还亲自走到鹈鹕面前，笑着摸了摸鹈鹕的脑袋。鹈鹕歪着脑袋，显然有些愣住了。我听见了他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但想吃。果然，江源的动物亲近人是立不下去了吧？鹈鹕的确不会吃人，也不是凶猛动物，干嘛这么害怕？不就是趁机和大佬亲密接触吗？装柔弱呗，我们家柳如烟就不会，动物可是不会骗人的。你看鹈鹕被柳如烟摸着脑袋，一点也没有反抗哎。下一秒，柳如烟发出了一声尖叫，我赶紧捂住了眼睛，悄咪咪打开指缝，透过指缝能清楚的看见鹈鹕张大了嘴巴，咬住了柳如烟的脑袋，还不松嘴。一旁的谢允着急了，几乎是下意识的拿起手边的木棍打在他身上，可鹈鹕越是被惊吓到，就越是不松嘴，只扑扇着翅膀。耳边是柳如烟的尖叫声，其他人也被这一幕吓到了。明明刚才鹈鹕还十分温驯的，任由柳如烟摸脑袋，怎么突然开始咬人了？看见谢允的动作，我赶紧出声：“你不用害怕的，待会儿它咬累了就会松开走了。”柳如烟吓得几乎快哭出来。怎么可能？可卿被咬的不是你啊！赶紧把他赶走啊！快打死他，打死他就好了。谢允一时间也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才好。萧彻这才悠悠出声：“鹈鹕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不会伤人的。如果打死了，你可能会面临刑罚。听江源的吧，一会儿鹈鹕就会松开的。你越是刺激它，它越是控制不住，夹得更紧了。”谢允只能放下手里的棍子，一边的柳如烟整个脑袋都被鹈鹕夹住，害怕的不行，但也没办法。我站在一边同情的看了他一眼。我们卡皮巴拉都害怕鹈鹕，毕竟这个死夹子跟有病似的，明明吃不下还非要夹，不厌其烦的骚扰。果然没过一会儿，鹈鹕松开了嘴，这下柳如烟可不敢再碰它了，吓得直接钻进了谢允的怀里。鹈鹕刚吃过鱼，一嘴的腥味现在都在柳如烟的脸上，她没有察觉到，还一个劲往谢允怀里钻。谢允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那腥味实在是太浓郁了。柳如烟的脸上甚至还有鹈鹕的口水，她实在有些接受不了。我呆呆的看着这一幕，想起我曾经也被死夹子夹过，那时候我该不会也是臭臭的吧？幸好我当时为了躲开死夹子，和兄弟姐妹们1、2、3一起跳进了湖里，应该洗干净了。身后的萧彻低声俯身在我耳边：“什么？哦。”我回过头就看见呆呆的鹈鹕看向我，我听见了他的声音：“尝尝呗。”不行，我什么都想尝，就一口。没事的，姜老师，鹈鹕不会吃人的。我刚想说也行，身后的男人却掏出40米的大砍刀，对准了鹈鹕。滚！我发呆眨眼，溜了，下次再尝。鹈鹕飞走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随便摘了一些野果子就往茅草屋赶回去。弹幕也在刷屏。这个小岛的动物看起来都不是很聪明啊。刚才谁说柳如烟招小动物喜欢的？笑死了。江源情绪是真的稳定，换我早吓哭了。回到茅草屋，远远的就看见不远处的山地车和穿着红马甲的工作人员。见到一行人都没事，导演才放松了一口气。天知道昨天他在直播间看见了萧彻遇见鳄鱼，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想好了。萧家更是连夜派人找他，今天天一亮他就坐船过来了，生怕在小岛上这些嘉宾出什么事。幸好第1期拍摄也算完成了。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悻悻道：“各位老师，非常抱歉，我们工作人员没有勘察到位，没想到湖里居然还会有鳄鱼。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其他人大喜过望。我早就不想待在这个地方了。简单的拿着各自的行李箱就登上了船。回到宁城后，直播还在继续，拍摄完大家离开的画面，这一期就结束了。第2期的拍摄时间定在明天早上，至于今晚，大家则可以回去休整一番。所有人都有人来接，毕竟看了直播荒岛有鳄鱼，谁还能忍住不来呢？可原主是个孤儿，周围都是喜极而泣的声音。大小姐宋佳怡的爸妈更是抱着她大哭起来，一边的导演恨不得原地遁走。我站在一边，看见谢允朝着我看了一眼，似乎想起了什么，面露不忍。我一无所知，低头看着斜肩发呆。忽然下起了大雨，我纹丝不动，给脑子灌点水，挺好的。我们卡皮巴拉很喜欢。江源，你别做出这副样子，让人反感。我眨了眨眼，有些人类比鹈鹕还颠啊！我只是单纯的喜欢脑子灌水而已啊！我们本来就喜欢泡在水里淋雨啊！对面撑着黑伞向我走来的萧彻顿住了脚，停在我面前，然后丢掉了伞。我疑惑地看着他，不理解。
他真的，我哭死，他懂我，我开始喜欢萧彻了。大家先跟经纪人回去吧，明天见。我点头，发现王姐还没过来，我默默走到了柳如烟的经纪人旁边。我们卡皮巴拉一般有奶就是娘，谁的孩子都奶。如果找不到妈妈了，随便找一个就是了。而柳如烟的经纪人离我最近，是也行，不是也行。柳如烟的经纪人瞪大了眼睛，你找我干嘛？你自己经纪人呢？我乖乖的，还没来。弹幕被一片笑死刷屏，笑死，哈哈哈哈！精神状态遥遥领先、啊。反正是经纪人就行，不是也行是吧？管他是谁的经纪人是吧？反正明天早上都要送过去的。一旁的萧彻走过来，送你回去，经纪人还没来。我点头，行，不是经纪人也行，有人送就行。隔天节目组一早就开了直播，为了安全起见，节目组这次的拍摄地点放在了一幢市中心的大别墅里，看起来就花了大价钱租下来的。我过去的时候，除了谢允和柳如烟没来，其他人已经到齐了。麻烦各位老师再等一下。谢允和柳如烟来的时候，两人神色都有些不对劲。看见了柳如烟脖子上的红痕没？那么厚的粉都压不住。我抬起头，呆呆地看了一眼，忽略了柳如烟看向我得意洋洋的眼神，心道：原来人类也咬人啊！哪知转头半夜，我就将金圈大佬给啃了。此时，我没去理会柳如烟那副洋洋自得的目光，径直望向别处。节目组工作人员现身，手里拿着一沓任务卡片，挨个发了下来。今天的课题是筹备晚餐，分组协作完成一顿烛光晚餐。宋佳怡第一个开口，点名要我。我们抽到的内容是餐后甜点，我端着托盘打下手，宋佳怡亲自操刀。她磕鸡蛋的时候，蛋壳碎渣全落进了碗里，我默默拿起筷子，一片一片夹了出来。熬面粉时，面粉洒了一地，我转身去角落里拎出了吸尘器。宋佳怡越发慌乱，手都在发抖，好容易把蛋糕糊弄成型，端起来想给我瞧瞧。身后的柳如烟却不小心撞了上来，蛋糕直直掉在了我的围裙上，奶油顺着围裙往下淌。半夜起来我都想扇自己，真的对不起。没关系，我明白他并非存心，便颔首示意，没事。说着，揪了一坨蛋糕塞进嘴里，尝了尝，又递了一块给宋佳怡，味道还挺不错的嘛。宋佳怡眼中顿时亮起光，像是没想到我会这样反应。她转身重新拿出食材，又做了一份，这回格外谨慎，每一步都慢吞吞的，生怕再出差错。弹幕飘过，大小姐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吗？这样的女人也有人要？拜托，大小姐家里有保姆。再说了，隔壁谢允不也是手忙脚乱，锅都被碗砸破了，也没人吐槽她啊。会做饭就是衡量女人的标准吗？楼上的不要太离谱，宋佳怡已经很愧疚了，而且别什么都扯上有人要，你们又娶不上大小姐姐，破防什么呢？江源的情绪简直不要太稳定，想抓来给我当妈。真的，我看到那几幕都火来了。不得不说，江源情绪是真的稳定。晚餐过后，餐后甜点收获了全员夸赞。录制结束，我冲完澡出来，手机震了一下，大小姐居然给我转了1000万，银行转账的备注写着：私密马赛，对不起酱，瓦达西不是故意的。看来他是真失眠了，大半夜不睡觉，搁这整活。我把钱原路退了回去，只回了2个字：没事。紧接着弹出来一条陌生好友申请，备注明是谢允。对不起，我之前不知道是我妈让你跟我分手的，是我的错。柳如烟的事我也弄清楚了，是她陷害你的。江源，我们还能回到从前吗？我迟疑了几秒，毕竟我不是本尊，不清楚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贸然替他做决定，总觉得不妥。但我知道他骨子里一定是个爱恨分明的人。不能了，他已经死了。谢允秒回，别咒自己，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直接拉黑，比上回操作熟练多了。深夜，宋佳怡来敲我的门，我可以抱着你吗？最好别，我就要。那行吧。房间里架着摄像机，直播间还有零星几个夜猫子在刷评论。这姐情绪好稳定，江源真的好淡定啊！宣布以后我就是江源粉了。节目收官日，导演亮出了底牌。晚饭后，直接掏出卡片，招呼大家围坐一圈玩真心话大冒险。题面一个比一个毒辣，摆明了要搞事情。酒瓶在中间旋转，瓶口第一个对准了我。柳如烟一把抢过中间的卡片。江姐，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我吗？我在原主的记忆中翻寻了片刻，似乎懂了他那份执念究竟从何而来。读大学那会儿，一天赶好几份兼职，就为了供养男朋友读书，没能好好过一过大学日子。原主虽是孤儿，但国家补贴是够覆盖大学生活的，算不上宽裕，但也绝不至于去打那么多份工。他拼了命赚钱，不过是给谢允那位生病的母亲付医药费罢了。恋爱脑一上头，把本该绚烂的大学时光全搭了进去，连学业都荒废了，这才导致毕业之后演技
不过关，圈里没人脉，明明长了张好脸，却始终停在18线。若不是当初死缠着谢允不放，也许最后根本不会被网友翻出来议论。谢允面如白纸，悄悄抬眼看了我一下，随即低下头去。柳如烟慌了神，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连忙圆场。那当初是为什么分手呢？因为当初他专业课第一，他妈让我离开的。谢允坐不住了，不管还在直播，猛地站了起来，椅子都往后蹭了半米，一切似乎都串联起来了。原主后来为什么见到谢允就死死纠缠，不肯放手？不是因为卑微，而是因为不甘。弹幕区安静了一瞬，当初我和谢允的旧账早被网友扒了个底朝天。话落，我感觉体内残存的最后一缕执念彻底散了，像一阵风吹走了最后一片落叶。他是不愿再待下去了，所以强行脱离了这个世界。原来如此，原来是这样啊！一个软饭硬吃的，用人家兼职的钱治病，谢允的妈妈还看不上江源啊！当初说江源拜金的出来，到底花谁的钱了？那他当初还推了柳如烟呢。得了吧，之前不是有人放出视频，是柳如烟自己摔倒的好吗？你们都不信啊？我表哥验证过，不是 P 的。这对 CP 好恶心啊，男的不咋地，女的也不咋地，作死吧！那晚不欢而散，导演适时掐断了直播信号。半夜肚子饿，我迷迷糊糊爬起来觅食。厨房是开放式的，旁边连着沙发，翻了一圈，冰箱空空如也，连包零食都没剩。转头一瞥，月光下沙发上躺着一个人，好白，白的能吃。于是我径直走过去，这才看清沙发上躺的是萧彻。我的脸一下子烧了起来，正想开口道歉，嘘，有人来了。门外传来宋佳怡的声音。不行啊，还是睡不着，去抱着江源睡吧。这几天他抱着你睡的。什么？没什么。哦，回到自己房间，瞧见柜子边放了杯水，大概是宋佳怡备的。我仰头灌了下去，可他人呢？方才不是来找我的吗？我下意识出门寻他，这酒喝下去好烫啊，浑身都在发烫。我没找到宋佳怡，却听见隔壁赵景之的房间里传出他的声音。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无人应答，我只能先回自己房间。可刚进门就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人影。咦，宋佳怡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是在赵景之那儿吗？我躺上去，翻来覆去睡不着，可又困得要命。次日清晨，我猫着腰从萧彻房间溜出来，脖颈上全是梅花，而对面同样鬼鬼祟祟出来的宋佳怡，她看见我眼睛瞪得溜圆。我看你不在，想着马上要离去了，才拿出酒把那个男人办了。不行，我们在一起吧，我对你负责。不行。两边的房门突然被打开。节目录制结束后，王姐因为上次我站在柳如烟经纪人旁边的事，这次来得格外积极，提前2个小时就到了。远远看见我就使劲挥手，生怕我再跟别人的经纪人走了。一上车，王姐就兴奋地翻出手机里的热搜，看看，都是你的热搜。我们做艺人的不能太高冷，要经常跟粉丝互动。我看着屏幕上的评论点了点头，一条条仔细看了下去。目前我的粉丝大概分3部分，第一部分是磕我和萧彻 CP 的，磕得死去活来；第二部分是投票让我当他们妈妈的，还刷出了热搜词条。如果我妈的情绪像江源这么稳定，我的童年就不会挨打。看到这条，我忍不住点头。我们卡皮巴拉向来不打架也不打人，顶多就是呆呆地看着对方，谁先挪步就算谁输。基本上我们就算生气，也就气那么一下，大的是死鱼脸，小的是死鱼眼，精神状态常年处于半死不活。我们卡皮巴拉从来不会主动挑事，不过也没关系，对我们来说输了挺好，赢了也不错，没什么所谓。第3部分粉丝则是求我分享情绪稳定的秘诀。我想了想，默默发了一条微博，分享我们卡皮巴拉的稳定心法：多发呆，多睡觉，多吃零食，少计较。如果改变不了世界，那就躺下。学而不思则罔，不学不思则爽。风霜压我2、3年，心一横我就放空。10年磨一剑，5年翻一面。明知山有虎，猛击退堂鼓。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微博刚发出去，粉丝就秒回6，这秘诀也太实在了，好美丽的精神状态。我悟了，谁塌房他都不会塌，毕竟他无房可塌呀。学到了。没过多久，萧彻转发了我的微博，配文：别带坏小孩子。宋佳怡也评论道：没想到江姐还是个文化人啊。我点了点头，把手机默默放回口袋里。回到公寓，我一开门就看见萧彻坐在沙发上，旁边还放着一个行李箱。王姐眼睛瞬间瞪大，磕的 CP 原来是真的。我一脸茫然啊，你也磕 CP 啊？王姐揶揄的看了我和萧彻一眼，笑嘻嘻的离开了公寓。门刚关上，萧彻就站起身把我抱进怀里。小乖，我来要名分。我看着他凤眸微微眯起的样子，下意识觉得不对劲，刚想说不，他就解开了衬衫扣子，露出肌理分明的胸膛，把脸埋在我的脖颈处。我话到嘴边变成了形。20几天后，萧彻带我回萧家，一进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劲。不行，
我绝对不会同意他进门的。我默默放下手里刚拿起的苹果，平静地说：“行。”萧彻在旁边咬牙切齿，我乖乖应道：“哦。”张女士眨了眨眼，故事里不是这么演的。你接下来应该说我们是真心相爱的，然后指责我是不讲理的恶婆婆啊！我恍然大悟，原来还要按剧本走。张女士她清了清嗓子，又试了一次：“我是绝对不会同意我家萧彻嫁给你的，嫁也行，不嫁也行，都行。男人嘛，有没有都行。”张女士尬住了，萧彻被气笑了：“你玩够了没？”够了够了。不知道为什么你不配合，总显得我很贱兮兮的样子。一顿还算愉快的晚餐结束后，我上楼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刷微博，评论区里全是粉丝的留言。情绪这么稳定的姐姐，好想谈恋爱呀！萧彻很快回复：“名花有主了，放弃吧。”还有网友说情绪太稳定了，抓回去给我当妈。我刚想在这条评论下回复，就被萧彻从身后抱进了怀里。江源，你敢回复也行，试试看。1年后，我生下了一个儿子。刚生完孩子，我看着旁边襁褓里的小崽崽，随口说道：“生不出来就算了，生出来你就该独立了。”周围的医生和护士都愣住了。不过这小崽崽确实省心，从小情绪就特别稳定，不哭也不闹，饿了只会哼哼唧唧，还能自己抓着奶瓶啃奶嘴。保姆张妈总笑着说我生了个神仙宝宝，可旁边的萧彻却一直皱着眉。老婆，你说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儿子是个智障？我淡定地应道：“我们卡皮巴拉经常被人质疑是傻，早就习惯了。我们只是偶尔会踌躇满志，大多数时候都在混吃等死而已。毕竟活着挺好，嘎了也没什么不行的。而且我们卡皮巴拉有个原则，着急的事情不做，不着急的事情也不做。总而言之，就是啥也不做。”萧彻还是不放心，抱着小崽崽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一切正常，只是情绪过于稳定了一些。为了弄清楚他不哭闹的原因，医生还捏了捏他的脸，可他不仅没哭，还咧着嘴笑。医生一开始也怀疑他智力有问题，但检查结果证明这孩子很健康。萧彻终于放下心来，逗得小崽崽咯咯笑。我看着这温馨的一幕感慨，好像这样的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